在画面上，我们所看到的是注浆成型法，利用石膏模来成型。此种方法适合大量制作相同形状的器皿。在每次注浆前，先打开石膏模，并利用喷浆清洁，确认内部无异物后，再徐徐注入泥浆，利用石膏模的毛细现象吸走泥浆中的水，让泥浆中的颗粒互相靠近，等待数分钟不等，形成最初的薄壁。在薄壁形成后，泥层持续增厚，经过数分钟的等待，达到所需要的铸件厚度后，将多余泥浆倒出，等待30至45分钟，让石膏模持续吸收水分及粗胚表面水面蒸发，收缩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的生胚。在经过一段时间等待之后，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的胚体，这时就可以进行拆模的动作。这边使用气枪帮忙脱模，以避免由于人的手指在剥离胚体的过程中施力不均而造成胚体变形的情形。拆模过程往往是作品翻制成功与否的重要关键。如果拆模时间过早，胚体还处于柔软的状态，很可能在拆离的过程当中造成撕裂，所以此阶段的等待千万不能操之过急。大部分的陶瓷艺术品都是由多个部件所组成，所以除了主胚体外，还会有其他部位的配件需要拆模后再粘连上主体。像是我们制作的龙舟杯，除了杯体之外，还有龙头部件以及龙尾部件。在这里灌浆过程中，杯体上方多余的胚口去除。接着再使用泥浆当作粘着剂，将龙头以及龙尾粘连组装起来。经过数天的等待之后，让胚体完全干燥，接着使用工具将胚体的膜线去除，以及做进窑素烧前最后的整修。
陶瓷的生产流程大致分成灌浆、粘合、修胚、洗胚、素烧、釉烧，林林总总加一加，总共有13道的手续。它不像外人所看到一样那么的简单。不管是在粘合上面，我们要仔细的跟配件跟主体要粘合的要非常的紧密。在釉烧的时候，我们在上釉的时候呢，必须要注意釉有没有脏东西掉进去。在排窑的时候呢，要注意说我们的胚体跟胚体之间不能有丝毫的粘合，所以要非常的小心。在量产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细节，不是外人所看到那么的简单的。唯有从事陶瓷的人才知道陶瓷所要注意的地方。为什么叫福田窑？因为我们的本业是做佛具的供杯。那早期供杯是从莺歌的工厂下单。那因为景气的关系呢，我们就承接到上游工厂的生材器具，转由我们自己做生产。那我们的本业刚刚讲过了，所以就是我们的品牌是做佛教的供杯器皿，所以以福来代表培福、种福。那这个田呢，就是代表我们在台湾生产，所以这是我们福田窑的由来。为什么做龙舟杯？这要从几年前开始，我涉足跑马拉松。那时候企图在做工厂的转型，从马拉松上面的讲座奖杯开始做发想。那在3年前就开始又开始涉猎了龙舟这一项运动。那我那时候观察结果就是发现没有市面上好像没有陶瓷做龙舟这个商品。于是我早期就先做那个搅拌棒。那搅拌棒做出来之后，就有人跟我反映说，有搅拌棒怎么会没有它的杯子嘞？所以隔了2年我就开始想说，我就鼓起勇气想说，那我开始做搅拌棒好了。所以隔年开始我就开始决定做龙舟杯。那龙舟杯一出来之后，发现大家还蛮喜欢龙舟杯跟搅拌棒的组合。那我想这应该算是我一个蛮新的一个创意啦。那推出来之后，大家其实也都蛮喜欢的。那包含说过了端午节之后呢，我在龙舟杯上面不见得只是喷一些水的颜色，我还有加上了国画，还有一些浮世绘的一些图案等等的。所以其实龙舟杯不单单只是在端午节上面所能够呈现的，它其实过了端午节，其实也可以做一些不一定是端午节的节庆的图案，我觉得也是蛮合适的。